我老头子走了，害死他的正是我们含辛茹苦养大的亲孙子呀！哎，老头子啊，你说天赐叫咱来干啥呀？我哪知道啊？哦，对了，再过3天就是你的生日了，你说天赐会不会要给你过70大寿啊？我这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，你浪费那钱干啥呀？咱俩呀，不能让天赐过啊！过一次吧啊！给什么过？天赐也真是的，您过生日非要把那2个老不死的整来凑热闹，真晦气。就是真他妈扫兴！任何的高兴，还要去见那俩老不死。爸，您喝这么多酒开车没事吧？哎呀，没事，爸可是酒中仙。老头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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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头子！爷爷，奶奶，天赐啊，爷爷被撞了，你快救救你爷爷！快！爷爷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脑出血？我没事，这其实你跟我张嘴。天赐，你快救救爸呀！爸昏过去了。老头子，老头子，天赐，你干什么呢？你快过来呀！爸要不行了。救救你爷爷呀！救救你爷爷呀！天赐，奶奶，你听我说，后面还有医护人员，待会儿送你们去医院。只有他爸已经昏死过去，我俩先去救他啊！天赐，爷爷真的撞得很重啊，他本身就有心脏病。爷爷他没事儿，只有他爸已经昏死过去了，那边情况更紧急，我俩去救他。奶奶，天赐，天赐。救命啊！你可是来救救我老头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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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赐，老头子，老头子，天赐，天赐，老头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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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救命啊！老头子，你挺住，你千万不能有事儿！老头子，老头子，老头子，老头子！爸应该是吓着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确实是被吓到了。我从小胆子就小，这次可真是吓死我了。虽然没受伤，但是吓着也不是小事儿。这样吧，你在医院多住几天，我找人给你调理治疗，会恢复的快点。好，好。医生怎么样啊？病人的脏器出血非常的严重，现在急需要给他输血，但是他的这个血型啊是非常罕见的熊猫血，我们医院的血库当中也没有这样的血线。您看您的直系亲属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，赶紧把他叫过来。匹配血型，天赐是熊猫血，天赐一定能救他爷爷的。哦，对了，小强，我爷爷奶奶也出了车祸，现在在医院，我得过去看看啊。天赐，我刚才替你去看过了，爷爷奶奶他们没事儿。那太好了。天赐，你接电话呀！不行，爷爷奶奶年纪大了，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。
我还是去看看吧啊。哎，天赐，你现在过去，他们肯定已经休息了，你过去反而打扰他们。说的也对啊。天赐，你接电话呀！天赐，你接电话！天赐，你接电话呀！爸这次大难不死呀，咱们这次的寿宴一定要风光大办一场。没错吧？待会儿咱们吃宵夜去，然后明天休息订蛋糕，我们订一个最贵、最洋气的。好，真是爸的好女婿。天赐，你接电话呀！老人家，实在对不起啊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老人家，老头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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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能走啊！老头子，老头子，你醒醒啊！你醒醒！你不能丢下我！老人家，病人本来就送来的迟，后面又没有找到合适的血型给他输血，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。大夫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救救他！我求求你了！还有3天，还有3天就过70大寿了。老人家，病人身体的血已经流干了，我们也是无力回天的。老头子，老人家，赶紧通知儿女们准备后事吧。老头子，你不能走啊！爸，今天为了检查可抽了不少血，待会儿多吃点好吃的补一补。爸，天赐对你可真孝顺。那当然，一个女婿半个儿。天赐，你在哪儿呢？你爷爷死了，你连最后一面你都不见吗？我不孝顺爹，孝顺谁啊？天赐，那是天赐，奶奶。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？可能是我刚才在忙没听到。对了，奶奶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你也是来看我岳父的吗？你不是说你岳父撞得很严重，昏迷不醒吗？对呀，我岳父他今天确实受了不少惊吓，不过好在没事儿。他今天为了检查抽了不少的血，我带他吃个宵夜去。你就因为你岳父受到的惊吓，与你爷爷于不顾吗？你爷爷因为抢救不及时死了呀！奶奶，你胡说什么呢？爷爷他更没事啊！当时我岳父的情况确实不太好，反正你们现在不是也到医院了吗？什么叫更没事啊？你知不知道你爷爷天赐，爸饿得快不行了，我们快去吃饭吧。好，马上。奶奶，爷爷是不是也想吃宵夜？这样啊，我先带着我岳父去吃，然后我打包回来给爷爷送过去。你爷爷他吃不了了，他吃不了了。你要是有那份孝心，你就多给他买点贡品吧。你看你又耍小孩脾气。奶奶什么时候跟你闹过小孩脾气啊？奶奶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我知道你对我的做法不满，但是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？哎呀，不要无理取闹了啊！奶奶什么时候无理取闹过呀？你知不知道你爷爷是被你这个岳父撞死的啊？奶奶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奶奶，你就算对天赐的做法再有不满，你也不能平白无故诬陷我爸呀！天赐，我去吃饭吧，再不吃饭，爸一会儿低血糖要犯了。对，爸有低血糖，我们赶紧吃饭去。奶奶，这样你听话，你先回去休息啊，我一会儿就去看爷爷啊。天赐，你要是今天再不看，你就永远也看不到了呀！天赐，快走吧。好，天赐，奶奶，我向你保证，我忙完岳父这边，我马上就去看爷爷，好吧？听话，来不及。哎呀，天赐，你还说什么呢？我们赶紧走吧。行。天赐，天赐。
我和你爷爷还真是打扰了你们一家其乐融融了。老人家，李解放的遗体已经放在太平间了，医院明天会帮你联系火葬场进行火化。老头子，你辛苦供养了天赐一辈子，连个蛋糕也没吃过。怎么订了这么大一个蛋糕啊？明天是爷爷的70大寿，当然得订一个蛋糕，给他老人家风风光光的过。干啥呀？等你70大寿，让天赐也给你买个大蛋糕吧。浪费那钱干啥呀？趁着咱俩现在能干得动，那多扫几条大街，还能帮衬帮衬天赐呢。你们这的蛋糕都这么贵呀？有没便宜点的？这些都是动物奶油的，口感好，所以价格就会贵一点啊。也有便宜的，是植物奶油的，但吃起来的口感就会差点。那给我个植物的吧。能领我去看看吗？好的，您过来吧。谢谢。爸，这家蛋糕店的奶油全都是进口的动物奶油，口感特别好。我们待会儿选一个最好最贵的。好，走吧。那，娇娇啊，这款蛋糕就是这个蛋糕店最好的蛋糕，都是进口的奶油和黄油做的，造型也挺别致的啊。爸，这你过生日的时候摆出来，肯定好多人羡慕呢。确实不错。小姑娘，这蛋糕也挺贵的，有没有更便宜点的？奶奶，这都是植物奶油的，很便宜了。想要再便宜一点的话，可以做小一点，6寸的话最便宜了，只需要88块钱。1888，价格也不错，数字吉利。爸喜欢就行，那咱们就定这个。好，那我就做个6寸的吧。那您过来这边填一下蛋糕的预订单子吧。服务员，你稍等。天赐，天赐，哎，老奶奶，你这使不去？你等等啊，我看到我孙子了，他可能也是给他爷爷买蛋糕的，那个88的我就不要了啊。好，我们要这个。1888，这款蛋糕可是我们蛋糕店最贵的。先生，你可真孝顺。这可是给我岳父50大寿订的，当然要最好。1888，数字也吉利，对吧？天赐，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给你岳父订了个1888的蛋糕。对呀，奶奶，我岳父他明年过50大寿，这次车祸他不是受了不小的惊吓，我就想着买个好的让他开心开心。你这个岳父真够孝顺的。奶奶，我知道，我也应该孝顺爷爷，但这不是情况特殊吗？他出了车祸，哎呀，我就多照顾他一点，别这么小心啊！我孝敬，我和你爷爷含辛茹苦的把你养大，你就这么对待你爷爷呀？啊，你这个白眼狼！奶奶，我怎么可能是白眼狼？你和爷爷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亲的人，我孝顺你们还来不及呢。平时你都挺体谅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想我家庭不和睦呀？李天赐，那天出车祸的不只是你岳父一个人呐。爷爷他都没事，娇娇都说了，你别这么矫情行？奶奶，你疯了！李天赐，明天中南路25号，你要是不去，你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你爷爷了。天赐，天赐，你奶奶她没事吧？你奶奶最近脾气太大了，我晾她2天就好啊。咱们去买蛋糕，走吧。老头子，
你辛辛苦苦的一辈子，没有过过一天的舒心日子。你说等天赐长大了，你就退休享清福，可是你终究没有等到这一天呐。这都快要下葬了，你亲孙子怎么还没走呀？我听说他在给他的老丈人过生日，这个李千次现在对他那个老丈人可比爷爷好多了。哎，老李头啊，含辛茹苦一辈子，谁想到竟然养了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天赐他一向最孝顺，他不会不来的。什么时候上堵车了呀？就像他们说的，天赐就是个白眼狼。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？来，吃，喂，天赐，你不来见你爷爷最后一面吗？啊！娇娇她现在过生日，晚点我过去啊。你要是再不来，你就永远见不到你爷爷了。爸，我敬你一杯吧，祝您生日快乐，长命百岁。好，真是把的好女婿。来了。老头子，天赐他不来，咱也不指望他。你先走一步，过不了多久啊，我就去找你啊。婶子，有钱呀！老头子，中南路25号，奇怪，这怎么是殡仪馆的地址？爷爷因为抢救不及时死了呀！爷爷他吃不了了，你要是有那份孝心，就多给他买点贡品吧。今天中南路25号，你要是不去，你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爷爷，再也见不到爷爷了。爷爷，爷爷，也是奶奶搞错了，爷爷一定没事儿。哎，先生，您就是刚刚那位老人家的孙子。什么老人家？刚刚有位老人家一直在等自己的孙子和老伴见上最后一面，可等到最后也没等上。那个老人家是不是叫刘秀菊？他老伴儿是不是叫李解放？哎，你这怎么知道的？你还真是他孙子啊！你也太不孝了吧！老头子，我给你多烧点纸钱啊！今天是你生日，你在那边啊，多买点好吃的啊！奶奶，天赐，你来晚了，你再也见不到你爷爷了，你永远也见不到你爷爷了。爷爷，奶奶，为什么爷爷走的时候你们不等我？为什么不让我见爷爷最后一面？李天赐，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，你爷爷走了呀？我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叫你来看你爷爷最后一眼？你接过电话吗？你那时候你在干什么呀？
对不起，奶奶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今天是娇娇的吧？50事大寿，请了好多客人，我想着过完了寿就来看爷爷的。李天赐，今天你岳父过寿，那你知不知道今天也是你爷爷的7十大寿啊？天赐，你从小没爸没妈，是你爷爷奶奶从皇位宫养大你。你为了给你岳父过寿，竟然连你爷爷的葬礼你都缺席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我真的忘了，今天也是爷爷的生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和你爷爷从来没有奢求在你身上得到的事，可是你的种种做法太让我们失望了。奶奶，我不是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爷爷就是因为送去医院不及时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呐。他因为大出血需要皮变形啊，医院叫我联系你，我给你打过多少电话呀啊，一次都不接呀。我就眼睁睁的看见你爷爷因为失血过多死了呀。李天赐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对不起，是我害死了爷爷。从出车祸开始，你一次也没有关心过你爷爷呀啊！连死亡证明都是我一个人去开的。奶奶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今天是你爷爷的葬礼，你为了给那个宋大富过寿啊，你连你爷爷的葬礼你都不来参加呀！李天赐，你现在你就给我滚！没你这个孙子！奶奶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奶奶，你不要赶我走，就让我再陪爷爷最后一程吧，我求你了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没有你这个孙子了。奶奶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等我，你帮帮我，不要问我，你帮帮我吧。爷爷只有我这一个孙子，我要陪他走最后一程。我求你了，你帮我求求奶奶，帮我求你了。你走干嘛去了，李天赐？爷爷需要你这个孙子给他救命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啊？我求求你们了，我爷爷只有我这一个孙子，我不能不送他最后一程啊！我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，我求求你们了！这解放大叔确实只有这么一个孙子了，这唯一的血脉，这孙子要是不送，这地下也不安宁啊！那可不，要不让他送送吧。有他送，我树也不得安宁。这种白眼狼，让他赶紧滚！妙姑，奶，我求求你们了，再让我送爷爷最后一程吧！我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！姐，你想送爷爷也行，不过你得给你爷爷磕头认罪，要见血的那种。李天赐，你爷爷奶奶含辛茹苦把你养育成人，你长大后却还忘恩负义，冷落老人，此为不孝之一。这次你爷爷出车祸，你坐视不理，害得你爷爷抢救无效死亡，此为不孝之二。今天你又缺席你爷爷的葬礼，此为不孝之三。李天赐，你若真知悔改，你就给你爷爷好好磕头认错。我现在就磕。
第一刻就可你身为人孙，长大成人，忘恩负义，乃大不孝。婶子，这是他应该做的。第二刻就可你身为亲孙，不分亲疏，不分轻重，害死自己的亲爷爷。第三刻就可你连含辛茹苦养大你的爷爷的葬礼你都缺席，你不配为人。爷爷，天赐错了。你们凭什么欺负天赐？怎么这么多血啊，天赐？天赐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呀？没事，是我对不起爷爷奶奶，这是我欠的。好啊，你们竟敢跑来！李大云，你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，你凭什么这么欺负天赐？就是，天赐奶奶，你就眼睁睁看着这帮人这么欺负天赐，有你这么当奶奶的吗？在这儿，没有你们妇女说话的资格。我怎么没有资格了？天赐是我丈夫，我不许你这么欺负天赐。天赐是你丈夫，可他是我孙子。我每次给天赐打电话，都是你在接，你以种种理由不让天赐回来看我们啊！我没有，天赐，我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。奶奶，娇娇她很孝顺，一定是你误会了。那你就是白眼了啊！你故意不回来看我们？不是，是我工作太忙了。天赐，我和你爷爷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孩子，真没想到啊，你怎么能这么愚蠢？真没想到啊，你怎么能这么愚蠢？老太婆，你骂谁呢？娇娇，你怎么跟奶奶说话的？快给奶奶道歉！我凭什么给她道歉？我还不是因为她骂你，我记你鸣不平。奶奶，你别怪娇娇啊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和爷爷，忽略了你们，是我不孝。天赐，为了维护这对父女啊，你把错都揽到自己身上。不过你说的也没错，是你不孝。对，是我不孝，我对不起你和宁宁。天赐不要，你都流了这么多血了。老太婆，你是疯了吧？天赐都磕成这样了，你还让他磕？你怎么这么怠惰？宋大伯，你敢碰一下我婶子的事实？奶奶，你让我磕头赔礼道歉就算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可是你怎么能这样对我的岳父？他刚刚出完车祸，身体还没有痊愈，你就把爷爷去世的怨气全部撒在他们的身上，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了？李天赐，你让我说多少遍你才能相信呢？你爷爷就是被这个宋大夫开车撞死的。胡说八道，我根本就没有撞人。我爸那天还是好心接你们的，现在倒好，你老头死了，倒打一耙讹上我们。奶奶，我知道爷爷的死你很伤心，但请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？就是，那天为了接你们，我差点连命都没了。你们不感激就算了，竟然还说是我撞的人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们做了还不承认，
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天打雷劈也是劈你们。对，今天可是我爸的生日，结果呢，偏偏选择在今天给这个老头办葬礼。有你们这样的亲戚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爸过生日，老头就不能下葬了？葬，给悄没声息的葬了得了，大动干戈的，想诅咒谁呢？先生，奶奶，你干嘛打人啊？死老太婆，你敢打我！狗东西！老婆，你敢动一下我婶子，你试试！他凭啥打我女儿？他活该！他明知道你撞的人包庇你不说，还当着大家伙的面来辱骂我叔，我看啊是打手了！你放屁！说我撞人，你们有什么证据？你们污蔑我爸，还打我，这是犯法！现在就要报警！不用你报，我已经报了。大云呐，警察什么时候到啊？这个时间点了，快到了，你就在来的路上。警察来了，看你们怎么说！撞的人还在这嚣张，这叫恶有恶报。我报警我也不怕你。说我撞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就是天赐，你看看你奶奶，总不能因为你爷爷死了，他就平白无故把气撒在我们头上吧？我知道爷爷的死对你打击很大，可出车祸那天是几车连撞，我了解我岳父，他根本就不可能撞死我爷爷。李天赐，你真是猪油蒙了心了。他们父女啊，一个开车撞死你爷爷啊，一个恶毒的阻止你救你爷爷。李天赐，你醒醒吧！这根本就不可能。对，无凭无据，你红口白牙，只想定我爸的罪，没门儿！潇潇说的对，奶奶，你无凭无据就不要在这无理取闹了，行不行？你就不能让爷爷安心的走吗？李天赐，你就不配提你爷爷？是你一直在拿爷爷的事情在这胡说八道、无理取闹，不是我不配，而是你不配。够了，天赐奶奶，既然你非要说是我撞的人，是我害死了天赐爷爷，行，我给天赐爷爷赔罪，我向他磕头。爸，身体还没有恢复，再说了，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奶奶的不对，什么让你去怪奶奶？够了，奶奶，我不允许你这样侮辱我岳父和我老婆。李天赐，你醒醒吧啊！真是蠢到了家了，竟然碰了杀害你爷爷的凶手！奶奶，你今天心情不好，我就不和你争，你自己好好冷静冷静。今天我就带着娇娇，我岳父。警察快来了，你们不能走，不准走！表儿，这是我家的事，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李天赐，你这个不孝子！婶子都说了，是他开车撞死你爷爷的！不可能！不允许你诬陷我岳父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讲道理？对你真是失望极了！你这个混账不孝子！你怎么这样说奶奶？谁是宋大福？请问你们谁是宋大福？我是宋大福。我们是云城公安局的，你涉嫌酒驾致人死亡，和我们走一趟吧。不，我没有撞人。你们别听那个老太婆胡说，我爸可没有撞死人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岳父怎么可能撞死人呢？我们已经查到了事故当天的监控以及医院的血检报告，足可以证明宋大福酒驾致人死亡。天赐，
不是这样的，你快救救我爸呀！是你爸撞死了我爷爷！大家救我呀！婶子，杀人凶手终于伏法了，对我叔也算是一种交代了啊。老头子，你就安心的走吧，我不会让伤害你的凶手逍遥法外的。奶奶，我错了，天赐错了，错了。你不准跑！奶奶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。奶，我不会原谅你的，李天赐。表姑，你帮帮我吧，你求求奶奶让她原谅我行吗？表姑，别叫我表姑，没有你这种白眼狼的侄子。婶子，我送你回家。奶奶，我来。天赐，你是医生，拿手术刀的时候，他怎么干这粗活的？就是。爷爷奶奶，你们能干，我也能干。再说了，现在我都工作了，等我赚了钱，就把你和奶奶接到城里好好照顾，再也不让你们吃苦了。真棒！这是我的好大孙子啊！不，那也不能干。天赐，天赐，你在哪儿？快救救我爸！快救救我爸！李天赐，你还有闲心在这看照片？你知不知道我昨天为了我爸的事跑了整整1夜？宋小娇，李天赐，我爸都进看守所了，你不想办法，你在这有闲心看照片，我爸是不是白疼你了？宋小娇，你说什么？你爸疼我？难道不是吗？我不管，你必须救我爸！宋小娇，你爸是因为把我爷爷撞死了，所以他才进去。你让我救他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你爷爷都多大岁数了，再活能活几年？我爸可不一样，赶紧给我想办法！宋小娇，我奶奶说的果然没错，我就是被猪油蒙了心，这么多年我都没有看穿你的面，你是个狠毒的妇女！我恶毒啊！李天赐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你敢这样说我？我是不可能救你爸的，他撞死了我爷爷，这是他应付出的代价。李天赐，他可是你岳父啊！你说过你会孝顺他一辈子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啊？你怎么？在孝顺他的前提是，他没有撞死我爷爷。你不就死了个爷爷吗？你发什么疯啊？宋娇娇，你！
宋娇娇，你现在给我滚！我这一辈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这是我家，要滚也是你滚。我滚，我滚。你这次你站住，你还要救我爸呢？绝不可能！你天赐，你混蛋！天赐也不管我爸，就自己去找那个死老太婆去。老头子，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？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奶奶，我来看你啊，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养品，吃了对身体可好了。我不用你看，你走吧。奶奶，我其实是为了我爸的事情来的。我打听过了，只要你签个谅解书，我爸就不会被重判，最多是个缓刑。我不会签什么谅解书的。宋大福撞死我们家老头子，他就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奶奶，我就这一个爸爸呀，你看在我的份上，你给他一条生路，好不好？你只有一个吧，我们家也只有一个老头子，我只希望宋大福得到他应有的报复。滚！老太婆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哦，软的不行，你想毒死我老太婆？告诉我，我已经怀了你们李家的种了，昨天刚去做了4维，医生说孩子长得可好了，是个男孩呢。男孩？奶奶，你一定是想抱重孙子吧？啊？你的包里装的是什么？当然是打胎药。你疯了！谁叫你不救我爸？你要是不签谅解书，就把这个药吃了，重孙就没了。宋娇娇，这孩子不光是我的重孙，也是你的亲骨肉啊！你为了你爸，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。你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，你要是签了谅解书，就把这个药扔了，好好的养胎。你要是不签，就服药，让你们李家绝后。要喝呀，你就喝吧，你看我会不会拦着你？你还真喝呀！这里了，奶奶，这个是你亲孙子。奶奶，你就答复我吧，这也是天赐的亲骨肉呀，你放过他吧。奶奶，娇娇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天赐，我去医院查出怀孕了，我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奶奶的，但是奶奶她竟然管我要。你怀孕了？奶奶，天赐，您要信他不信我？我是恨他们父女，我给他灌了打胎药，要打掉他肚子里的孩子。天赐，我没有想到奶奶她竟然这么恨我，她恨我也就算了，她为什么要害我们的孩子啊？我肚子里边也是一条生命呀，奶奶这样做也是在犯罪。我是犯罪，你叫警察把我抓起来吧。奶奶，我怎么忍心让你去坐牢呢？天赐，我可以原谅你奶奶，但是我希望奶奶她能帮我爸签谅解书，这样我们彼此就扯平了。娇娇，你是不是吃病了？天赐，那就这样吧，我可以原谅你奶奶。行不行？我感谢你原谅我。是，我原谅你。
天赐，你说什么？宋小姐，我是一名医生，我很小就知道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打胎药，这就是普通的葡萄糖。那一定是他故意吓我的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敢诬陷我？我奶奶我了解，她根本就不可能做出半点伤害人的事情。天赐，你在这儿，你帮我求求奶奶，我只有这一个爸爸呀。问题是你一个女主。天赐，这可是孕妇禁忌，你不帮我，我真的把这药都吞了。苏哲昭，你疯了！你竟敢拿孩子来威胁我！帮不帮？不可能！老太婆，我杀了你！我肚子好痛啊！他出血了，赶快送进医院吧。天赐，宋娇娇，看看这个吧。再无生育能力。你宫外孕大出血，医生不得不把你的子宫给摘除了，所以你以后再无生育的。宋娇娇，你这就叫自作自受。天赐，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约好的，我们要生2个孩子，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我们要儿女双全的，对不对，天赐？还有这个。你要和我离婚？宋娇娇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李天赐，你错了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婚的。老太婆，都是你和你的好孙子逼我的。闺女啊，那老太婆什么时候才能签谅解书？再不签，爸就要蹲大狱了。爸，那老太婆她就是想让你坐牢，她根本不签，而且天赐还要跟我离婚。那不行，不管怎么样，谅解书你一定要让那老太婆签了。闺女，爸可不想吃牢饭呀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让那个老太婆签字的。好，爸可就靠你了。奶奶，奶奶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你又有什么事儿啊？奶奶，你看，你竟然……奶奶，我孩子没有了，以后也不能再生育了，怎么办啊？亏心事儿做多了，总得有报应的。奶奶，我如今这个下场也有你的责任，所以就算我求求你，你能不能帮帮我啊？关于宋大福的事情，你赶紧走，谅解书我绝不会签。老太婆，我好声好气的求你半天了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宋娇娇，谅解书我绝不会签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好啊，那我就闹到你愿意签为止。反正我现在孩子也没有，也不能生了。
天赐那个混蛋还要跟我离婚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怕什么？天赐要跟你离婚？老太婆，你装什么？还不是你撺掇的？我连孙子都不要了，管你们离不离的了。我不信。不过离就离，我才不稀罕呢。这谅解书必须给我签，从此以后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谅解书我绝对不会签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你赶紧走。好，这可是你逼我的，你给我等着！大家快来看，就是这个老太婆害我流产，还撺掇她孙子跟我离婚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们两个老不死的，不是最在乎脸面吗？不答应签谅解书，让你们全家都丢脸！你敢！果然，嘴里说着不要孙子的，心里心疼在意他的，所以愿意签谅解书了吗？我绝不签。好好，那我就让你和你的好孙子被万人所指，成为过街老鼠。宋娇娇，我不准你喊！大家来看呀，我干你个骗礼！大家快来看呀，这是我老公的亲奶奶。宋娇娇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你们看呀，我老公这个亲奶奶呀，他因为不喜欢我，他就陷害我爸，让警察把我爸给抓走了呀。这咋回事啊？头次听说啊！你们不要听他胡说哈，他爸宋大福是因为喝醉了酒开车撞了人。还不止这样呢，我老公这个亲奶奶呀，这老太婆，她还撺掇我老公说他孙子跟我离婚。这奶奶还真是恶毒。就因为我老公从小没爸没妈，这个老太婆她就拿养育之恩来要挟我老公，甚至还逼得我流产，终身不育。把人家姑娘一辈子都给毁了，这种人就活该遭天谴。这么恶毒，你简直是在犯罪！姑娘，不行，咱们报警吧。对，报警。报警就不必了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只希望他能放过我爸。老人家，我看你这年纪不小了吧？咱做人啊，要积点德。这姑娘已经被你害得这么惨了，你还要把人家往死路上逼吗？你这么逼人家，你就不怕折寿遭报应吗？大家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哈！这个女人叫宋娇娇，她是我孙子的媳妇儿。我们家老头子就是他父亲啊，喝醉了酒开车撞死了啊！这又是咋回事啊？我老头子被撞了以后啊，他和他爸宋大福还假装受了伤，拦着我孙子，不让我孙子去救他爷爷呀。我们家老头子就是因为这样失血过多死了呀。这就是那个女人刚才说的什么陷害入狱，这明明是罪有应得。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妇女呢？事后啊，宋大福被警察带走了啊，他就以他肚子的孩子来要挟我，说我要是不签那协议书，他就把肚子的孩子打掉，让我们老李家断子绝孙。真是离了大谱了！我这辈子没听说过如此无耻之人，竟然用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作为要挟。他是因为宫外孕大出血，才导致终身不育的。事后啊，他还把这事儿赖在我老婆子身上，真是又无耻又恶毒，还有个脸拿喇叭颠倒黑白，简直不是人。还想利用我们一起胁迫老人家，这样的人绝对不能让他得逞。老太婆，你就这么想逼死我吗？你就这么狠心？你比我狠！这些事儿都是你自己懒的。老太婆，要是不签谅解书，我就要了你的命！宋娇娇，你这是犯罪，你也想进去吗？老太婆，是要你这条老命，还是给我签谅解书？宋娇娇，你这是犯罪，你也想进去吗？我不管，你必须给我签！我就这一个爸爸，我不能让我爸去坐牢，我也不能让我们家老头子冤死吧？杀害他的人必须要受到惩罚，宁愿死也不签。不签！疯子！我看是你疯了，你为了一个杀人犯
先搭上自己的婚姻，现在是要搭上自己的一辈子吗？你闭嘴！你不准说！姑娘，你这可是犯罪啊！赶紧把刀放下吧！是悬崖勒马。你们少管闲事！老太婆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到底欠不欠谅解书？我不欠。那你就去死吧！苏小小，你给我住手！李天赐，你敢过来，我就杀了你奶奶！苏小小，你不要冲动，不要激动，你放开我奶奶。奶奶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现在是没事，过一会儿就有事儿了。宋娇娇，只要你别伤害我奶奶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让你奶奶签谅解书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天赐，他们父女俩是杀害你爷爷的凶手，你不能让你爷爷死不瞑目啊！我才给你们30秒时间，再不签谅解书，我们就一起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是受害者亲孙子，我也一样可以签谅解书。要出谅解书？哎呦，奶奶，你没事吧？天赐，你敢耍我！天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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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赐！救命啊！快打120！快打120！天赐，天赐，救命啊！快打120！天赐，你千万不能有事儿啊！天赐，奶奶，你千万别有事儿啊！我不会有事儿，你别怕。天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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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不要有事儿！我是天赐，我不要出事儿。李天赐，他不会死吧？肯定不会，我又没有刺到要害。刘秀菊，我要拿你孙子的前途来换谅解书，你这下不会再犹豫了吧？这都是你们逼我的。奶奶，你来了，正好我也饿了。我给你包了点饺子。我最喜欢吃奶奶做的饺子，我一口气能吃50个呢。净胡说！我记得呀，你最多也就吃30个。现在不是饿吗？有多少就能吃多少。我猜肯定是3鲜馅的。你最爱吃了。每年过节呀，我跟你爷爷都给你包这样的饺子，等你回来吃。可是你结了婚以后，一次都没来过。奶奶，对不起。快吃吧，别说了。真好吃，奶奶。快吃吧，别说了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我怕爷爷跟我抢。奶奶，对不起啊。你爷爷不会给你抢，他巴不得你多吃点儿。你爷爷他最疼我。奶奶，我吃的饱饱的，真好吃。哎，听说宋大福判刑了，那你跟娇娇，我们2个缘分已尽。
喂，是派出所吗？我要报警，我的妻子宋娇娇故意伤害。吴理，你怎么来了？李医生，听说你受伤了，这特意过来看看你嘛。谢谢他。你这也没什么事儿啊？我没事儿。你要没什么事儿，你就可以先走了。李医生，我这刚过来你就赶我走，这有点不合适吧？那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就是想过来看看，这同样是受伤了，同样是做手术，为什么你做完手术一点事儿就没有？我让你做完手术，我这腿就瘸了。吴理，你术后走路瘸，那是你完全不听医嘱，跟别人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跟别人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但是跟你有关系。我这腿就是让你做的手术。我的手术流程完全合规，是你术后不等骨头正位就出去和别人喝酒打架，2次伤害才造成腿瘸。你这完全是胡扯，李天赐，我告诉你，我这条腿你必须要负责任，要不然我就去法院告你去告吧，我就看你能不能告得赢。之前呢，我有可能是告赢，但是现在有人帮我举报你收了我的红包，我告你受贿，你说我告不告得赢？你别胡扯，你有什么证据你给过我红包？我给他作证。我给他作证。宋娇娇，吴理是你找来的？李天赐，我是你老婆，如果我参与举报你受贿，你说谁会不信呢？就因为我不给你签谅解书，你就要诬陷我？没错，你们害我爸进监狱，不让我好过，也不会让你们好过。宋娇娇，我那么多年怎么没有发现你的三观竟然这么扭曲？随你怎么说，只要你或者你奶奶签了谅解书，我可以放你妈。不可能！天赐，只要无理告你，再加上我作证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对啊，李医生，要不然这样，你呢就给我100万，我也可以选择不告你。100万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100万？那没办法了，那就只能按你老婆说的方法来了。我行得正，坐得直，随便你们怎么去告。你是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但是只要舆论起来了，即使真相出来了，也没有用了。你的名声啊，已经废了。你爷爷奶奶不是一直希望你能做一个好医生吗？不要让他们活着的不舒服，死了的瞑目。宋娇娇，你天赐，现在给你选择，你是想要前途还是签谅解书？哎呦，李医生，就按刚说的，你给我100万，我保证不告你。想得美！好啊，那你就等身败名裂吧。身败名裂的是你宋娇娇，不是天赐。奶奶，身败名裂的是你宋娇娇，不是天赐。奶奶，赵院长，刚才你都听到了，你看这事儿啊怎么处理？吴理啊，这是我们医院在您闹事之后，我们找到委员会开的医学鉴定报告。那又怎么样？总之他收了我的红包，我要告的是他受贿。只要他不赔我钱，我一定告赢他。就算是李医生的妻子，也不能做伪证。我可没有做伪证。是吗？你是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但是只要舆论起来了，即使真相出来了，也没有用了。你的名声啊，已经废了。你爷爷奶奶不是一直希望你能做一个好医生吗？就要让他们活着的不舒服，死了的瞑目。
录音了。如果我不录音，那我们医院岂不是又失去了一个好医生？吴理，诬陷他人那是犯法的。你决定再坚持吗？我不建议把这份录音交给警察局。我不告了还不行吗？你不是答应我，等你威胁他就给我10万块钱了吗？现在赶紧给我！事都没办成，你好意思跟我要钱？老子今天就先不和你计较，别犯我手上！宋娇娇，你还不能走。老太婆，你是不是早就挖好坑等着我跳了？知道你狠毒，不得不防着你。行啊，那我就天天闹，闹到你孙子丢了工作为止。你还能做什么啊？宋娇娇，你究竟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？你爱说什么说什么。李天赐现在就要告你跟护士搞不正当关系。就算你要举报，那也需要真凭实据。这种事儿要什么切实的证据啊？只要我举报，你们就得查吧。在你们审查期间，天赐必须要停职。宋娇娇，你这完全就是在无理取闹。对啊，我就是无理取闹。你要是坚持不签谅解书，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你是宋娇娇？是我怎么了？我们接到报案，有人告你蓄意伤人，我们现在要拘捕你。什么？跟我们走。伤人？我伤谁了我？你伤害了我。李天赐，你居然报警！宋娇娇，你做了伤害别人的事情，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李天赐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刺伤的你？我们当然有证据，你是在我清扫那个路段刺伤的天赐。那个路段正好有3个监控探头，这个消息是我报告给警察的。警察叔叔，我是被冤枉的呀，是他们祖宗俩陷害我的呀！你有什么冤？你到了法庭再喊。天赐，我是你老婆呀，你不能告我啊！我求求你了，天赐。你刚才诋毁我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你是我老婆？奶奶，我求你了，你不能坐牢啊！奶奶，你放过我吧！宋娇娇，你做了太多的恶事了，这是你应得的报应。走吧，别喊了。李医生，你别有什么心理负担，好好养伤。咱们医院还需要像你这样优秀的年轻医生呢。我知道了，张院长。今天多亏了你，谢谢。你要谢呀，谢谢你奶奶。你奶奶特意找我，老人家很是明智，也很心疼你。奶奶，谢谢你。傻孩子，跟奶奶说什么谢谢呀？现在本法官宣判，宋大福酒驾肇事，致人死亡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你们是在救我出去的吗？宋娇娇，你已经被判刑了，想要出去，等你坐过我牢再说吧。那你们来做什么？这一切是不是你们早就计划好的？是你们对我的报复？没有人报复你，这一切呀，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。你为了帮你爸脱罪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我和我奶奶，如今你变成这样，不怨任何人，只怨你自己。我为了我爸做这些，我有什么错？错的是你们，是你们害了我爸，害了我。宋娇娇，你真是无药可救。奶奶，我们去给爷爷上坟吧，告诉爷爷，曾经杀害他的那个人，如今已受到了相应的惩罚。走。好。
你们别走，你回来！我求求你了，天赐，你有空去看看我爸，你给他带点东西，他年纪大了，我求求你了。老头子，佟大福被判3年，你在地下你知道了吧？这次的事情我反省了很多。我以前不是一个好孙子，也没有做一个合格的医生。天赐，爷爷一直希望你能成为一名好医生，因为救死扶伤、救急救难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爷爷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，救急救难，不负您的期望。爷爷当然相信你啦，你呀，一定会是一个好医生的。爷爷，是我辜负了您的期待和信任。爷爷，你放心，我在您的墓前发誓，一定会按照您的期许，努力的做一名好医生。老头子，你听到了吧？天赐一定会努力的。奶奶，我已经向医院打了报告，去偏远山区做医生，那里医疗条件和资源太差了，我去那里可以帮助更多的人。奶奶支持你，你爷爷也会支持你的。来，给你爷爷磕个头。多谢大家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就先走了。今天是我奶奶的生日，我得回去陪她。李医生，您赶紧去忙吧。我先走。哎，闺女啊，那是不是就是天赐啊？爸，就是他！天赐，等一下！天赐，这边，天赐，奶奶，你怎么自己过来接我了？我也没什么事儿，所以过来和你一起回家。奶奶，你看，这是我给你订的蛋糕呀。这个蛋糕好，我就喜欢这种。爷爷肯定也喜欢，老头子也喜欢。天赐啊！爸，算了，他开车，我们跑着哪追得上呀？爸，你也累着了，你渴不渴？我去给你买瓶水喝啊。闺女，别买水了，给爸买点酒吧，便宜的就行。爸，你要喝酒？这都几年都没喝过了，实在是馋得慌。可是爸……哎呀，没事儿，现在车也没了，我又不开车，还能怎么样？赶紧去吧。好吧。
这酒好喝呀！喝了酒，我们认识点。走，咱们找天赐去，天赐肯定会给你复婚，也会给我养老的。走着去？可是咱也没钱呀。哎，也是。哎，爸，你少喝点儿。走路啊，不能多喝了。走，找天赐去。爸，你慢点，我扶您。老头子，天赐现在是全国的最美医生了，救了好多人，可厉害了。爷爷，这一次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，我努力的成为了一名好医生。是啊，天赐这3年呐，虽然呢远在边远的山区，但是啊，他总会抽空回来看我的。爷爷，我希望你在地下能保佑奶奶健健康康，无病无灾。啊，当然，我也会照顾好奶奶的，你放心。喂，李医生，华佗路出现重大交通事故，有人员伤亡，希望您快速前去参与救援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过去。奶奶，我这有急事，我要啊，工作要紧。林医生，怎么回事？那个伤者喝多了酒，不顾一切的跑到马路上面，有个司机为了避开他，撞到了别的车子。爸，你别吓我呀，爸！天赐，你来了，你快救救我爸！我爸被车撞了，他流了好多血。你是个好医生，你一定能救他的，对不对？外伤破裂，出血量至少在800cc 以上。不过最重要的是内脏也在出血，出血量只怕更高，估计在1分钟之内他就会因为失血过多而亡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爸这样的伤势根本来不及救治了。什么？李医生，李医生，那边有个孕妇说的惊吓难产了，需要赶紧做剖腹产手术，你赶紧过去帮忙。天赐，你先救救我爸呀！宋大福的出血量已经来不及救治了，而那边的产妇更需要救治。李天赐，你是故意的。宋娇娇，请你慎言，我只是遵循一个医生的急救原则。爸，你别怕，天赐会来救你的啊，爸！不会的。李天赐，你跟我回来啊！